学们，大家好，欢迎观看 Kensei Analysis 教学影片。在这一堂课当中，分为4个章节。第一个章节为什么是感性工学？第2章节为感性工学方法。第3章节为实际应用与操作上。最后一个章节为实际应用与操作与结论。在这一堂课当中，可以学习到感性工学的观念和应用在环境、产品和讯息传达上，并对社会上有很大的贡献以及帮助。希望你们会喜欢。各位同学，大家好。在 Part 1的部分是 General Design Introduction。在20世纪年代的工业设计时代，制造商都以自己的设计策略来开发与生产产品，无论个人喜好如何。消费者只能选择购买或不购买它们，因为当时产品淘汰的策略是由制造商自己的设计策略来进行生产与淘汰，不管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如何。随时间的增长，产品的选项渐渐变多，消费者开始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产品后，渐渐的从工业时代的产品制造概念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开发概念。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开发概念，意味着制造商需基于消费者的愿望和偏好来生产产品。如今，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需求和偏好方面都很严格，制造商应该改变他们的生产策略和对消费者导向的态度。但是要真正了解消费者的渴望及偏好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一些功能产品的造型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态度。因此，如何从他们的心理需求来设计产品，对现在的设计师来说非常的重要。使用者在购买产品或是叙事产品的时候，喜欢使用图画、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因此设计师们开始使用性质上的分析方法，去找出他们的偏好的产品造型，然后制作意象地图、生活风格、情绪分析或主题板等，来试着领会这样的感觉来设计产品。但是要把这些感觉以具象化的方式操作非常困难，而为了新的产品设计，发展到现今的就是使用者导向科技的感性工学 Kensei Engineering。 接着就来告诉大家什么是感性工学以及它对工业设计的影响。长町双生将感性工学Kensei Engineering 定义为将产品的消费者的感受，日语中的 Kensei 技术转化为设计元素。举个小例子，当消费者想要购买东西时，他会在他的脑海中拥有一种感觉和形象，也就是日语中的所谓 Kensei 的意思。如果消费者的感觉可以在新产品中实现，他会对产品更满意。感性工程旨在将感性 Kensei 翻译成产品设计领域，包括产品机械功能等，所以感性工程也称为面向消费者的技术。马自达跑车成功案例让各国渐渐重视感性工学的应用。我们就以马自达的成功来介绍感性工学。1986年，当时马自达社长山本健一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演讲中，车的文化论首次使用 Kensei Engineering， 并与长町三生合作实践这套理论。首先，马自达使用一种类别分类方法来开发这款跑车米亚塔。他对顾客驾驶的行为开始调查，特别是针对年轻驾驶者的操纵和态度。因为马自达决定以年轻人为目标族群，开发一款新车，并对生活方式以及重视顾客行为去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他们逐一在卡片上写下关键词，并在起点找到新产品的零级概念。这些概念被细分为次概念，在第2阶段更精细、更容易理解，
不断地将概念分解为子概念，并在某个时间达到适合的子概念的物理特征。这给出了一组粗略的子概念特征，然后进行了人体工学实验，以解决有关产品设计详细的规范。一辆全新跑车 Miata 在开发实施 Tensei Engineering， 以人机一体的零级类别。人机一体这个概念意味着驾驶员在驾驶时感觉自己的身体和汽车之间的统一。驾驶员感受到身体与汽车结合，并且可以自由地控制。人机一体的感性工学只是新车的概念，没有说明汽车设计的细节，如发动机特性、汽车尺寸等。在Tensei工程类型一中，零级概念应该被分解为明确有意义的子概念，以获得设计细节。团队的成员开始将零级概念分类为子概念，即第一、第二，一直到第 N 个子概念，直到他们获得汽车设计规范。类型一的过程如图所示。关于 Miata 0 Tensei 等级，在第一级被分为4个子概念：紧张的感觉、直接的感觉、快速的感觉和沟通。紧张的感觉意味着紧密贴合机器和不大也不小。根据这个子概念，车队决定车长约为4米。在讨论底盘长度后，它变成了 3.98 米。当他们在车内安装4张座位时，消费者的感觉是狭窄的。这个概念与紧张的感觉不匹配，因此该团队设计决定做双人座的跑车。这解释了如何将子概念转移到设计细节类型一的过程，如图所示，说明了关于紧张的感觉的流程的一部分。如果团队无法获得设计细节，则应继续分类到第2级、第3级，一直到第 N 级。应用感性工学中的类别分类方法，让该团队创造了大量新的专利，且成功开发了 Miata 这款新型跑车，并在美国和日本畅销。因为马自达的成功，因而开启了感性工学实施于产品设计的开端。大量公司进入这一套系统，如以下：一、汽车行业，3年马自达、丰田、本田、福特、现代等汽车系统；二、建筑机械行业，如小松；三、电器行业，如夏普、三洋、松下电工、LG；四、服装业，如华歌尔；五、化妆行业，如资生堂。总结以上的介绍及学习吧。以前消费者只能被动的选择，但从背景的演变产品多样化，我们发现消费者选择产品的行为渐渐都以心灵上的需求以及他们的审美观为主。因此设计师、制造商开始改变生产策略，透过感性工学的技术，把消费者抽象的感受转换成具体的数据，再从细节设计产品，进而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而感性工学在马自达的成功案例，让设计师们看到未来。这种消费者导向的方法正式推广了起来。许多大公司、大厂商都纷纷把感性工学的程序加入到设计策略，更有效率地理解目标消费者心理层面的需要与偏好。下堂课我们要介绍感性工学的方法，这可以让你们更熟悉每种工具的使用方式，并在之后实际应用时可以快速上手。谢谢各位的聆听，下堂课见。